姐，都等2小时了，还没动静。7时都过了，他怎么还没来？陈辉都迟到了，这可咋办啊？陈辉，你到底在哪？真有意思，头一回上门录像碰上迟到的新郎官。路上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嘘。陈辉，怎么回事啊？用不用打个电话问问？别真是路上出事儿了。也顾不得什么规矩了，必须打个电话问问清楚。出什么事了？怎么还没来？小晴啊，这个8万8的彩礼，你今天能不能带回来？妈，咱这儿的规矩，彩礼是不带回去的。不过这钱我肯定不留在家里，都存在我跟陈辉这儿，以后过日子用。您放心吧。小晴啊，你看你现在都怀孕了，你们小年轻的大手大脚也不会存钱，你把钱带回来，妈给你们存着，到时候当做孩子的教育金。闹了1个多月的彩礼突然松口，合着是等着今天拿捏我。新郎家这时候还整幺蛾子，也太不靠谱了。可不是嘛，这婚结的也太憋屈了。妈，这件事咱们再商量，您先让陈辉来接亲，这边亲戚摄像都等着呢，已经过了定好的时候了。你们年轻人不懂事，最好还是要多听长辈的。我还能害你们吗？怎么样了？酒店已经订好了，请帖也都发出去了，亲戚朋友都在路上。今天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丢的不只是我的脸，还有我爸妈的脸。行，妈，就按您说的办。这8万8我今天带回去。这才是妈的好儿媳。对了，还有个事儿，你也知道辉子他弟谈女朋友了，那姑娘爸爸是领导，也算配得上我们家刚子。这小姑娘我看着还行，不过吧，人家要求刚子得有婚房。那您是什么意思呢？把我和陈飞的婚房给他弟弟？那怎么能呢？妈听辉子说，前几年你家不是给你在城里买了套房子吗？在什么碧水亭，也有个110来平吧。你们现在也不去住，就给他弟做婚房吧，100出头是小了点儿，不过我们家也不嫌弃，先凑合一下吧，等以后他们再换大的。妈，您把电话给陈辉，我要看看这到底是他妈一个人的意思，还是他们一家的意思。如果陈辉也这么觉得，那这个婚不结也罢。哼。圆圆，陈辉，你妈到底什么意思？是不是我今天不把房子给你弟，咱们就不结婚了？你也是这个意思？我以为陈辉会向着我，毕竟从各方面条件来说，我都比他强太多。我985，他普通1本。我身高172，之前是学校模特队的，他也要72，我穿平底鞋都显得比他高。更不用说我是城市独生女，家里房产好几错，父母都有正式工作，而他家是农村的，父母连社保都没有。从定下要结婚，他妈就开始没完没了的出幺蛾子。哎，等一下，15万彩礼太多了，要对半砍，最多只能给8万8。第一次退让，就换来了他的得寸进尺。圆圆，我家里没钱出首付，婚房得有你们家的。连婚房都要我家出，他却连一句维护都没有。我们家手头没钱，这酒席婚宴都得你家出钱。一步退，步步退，换来的却是他们全家变本加厉的算计。为了能跟陈辉在一起，这些委屈我都忍了，甚至求着原本坚决反对的爸妈，不得不为我低了头。谢谢你，秦远。我以为我付出了这么多，他是会感激我的，理解我的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我一次又一次的让步，换来的只有他们一家的得寸进尺。圆圆，我就这么一个弟弟，刚子是老陈家的根儿啊，我哪能自己结婚，看着我弟弟打光棍？你家房子那么多，以后结婚了咱们就都是一家人了。咱们做哥哥嫂子的应该帮衬一下我弟啊。我一次次的退让，在他眼里竟成了理所当然。我再也忍不下去了，就算被亲戚看笑话，我也不能再忍了。陈辉，你他妈疯了吧？那房子是我爸妈买的，跟你们家有什么关系？我和你结婚得出婚房，还得给你弟弟出婚房。秦远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们家出房子怎么了？有钱了不起吗？我就知道你家自始至终都没瞧得起我。辉子，我告诉你啊，不用惯着他，有孩子绑着他，咱怕啥？秦远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儿不答应，我们辉子就不去。我倒要看看你挺着个大肚子，你爸妈丢不丢得起这个
人。陈辉，你别后悔。我后悔。我跟你说，秦源，你现在都有孩子了，除了我谁还能要你？你还以为你是小姑娘呢？闹大了，我看你怕不怕？是不是陈辉他妈？是不是陈辉他妈又找你事儿了？他妈说了，让我把彩礼带回去，还要把房子过户给他弟弟，不然就不结婚了。不办就不办，咱们家都赔钱嫁姑娘了，他家还这么不要脸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婚礼不办了。秦小姐，您这样我们很难办啊，都这个时候了，您的钱我们没办法退啊。没事儿，不能退就算了。都这样了，也不差这几万块钱了。妈，你看这戒指，当初陈飞说没钱，只买了这个几百块钱的莫桑钻，我也认了。我为了感情一退再退，求你们低头配合，可结果呢？咱们家付出的何止那18万8？他们全家人是想趴在咱们身上吸干最后一滴血。我把他们当一家人，不想算计，没想到换来的是他们逼着我，要把你们给我买的房白送给他弟弟。这个婚，我受够了。喂，王阿姨，不好意思，明天的婚礼取消了，对，给您添麻烦了，实在抱歉。张主管，真对不起，明天酒席不办了，是家里的突发情况。圆圆，先喝口水，歇歇吧。妈，咱们老秦家的面子，今天算是都在这一天丢得干干净净了。妈，对不起，你生我养我这么大，我还没让你享过一天福，离了还要让你跟着我操心这种事儿，丢这种人。傻孩子，说什么呢？你是妈的心头肉，只要你往后过得顺心，妈操点心算什么？妈倒觉得这婚退得好，要是真结了婚才闹出这种烂账，那才是真的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连哭都没地方哭。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咱们圆圆这么好的姑娘，好日子肯定还在后头。秦源，秦源，你给我指出来！你昨天到底什么意思？脸了，你没良心的，你个没良心的，你连婚礼都不办了，你让我们老陈家的面子往哪里搁？我们家亲戚大老远都过来了，结果酒席竟然取消了，你让我们陈家在老家怎么抬得起头？秦源，你今天不出来给我个说法，我就不走了。秦源，你给我出来！你有本事悔婚，你有本事开门啊！爸，别急，我来处理。秦源，差不多得了，我妈也没提什么过分的要求，你何必闹成这样子？提的要求不过分，陈辉，你这脸皮真是让我开了眼。秦源，你是不是搞不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？跟了我儿子这么多年，现在肚子都大了，这种事儿要是传出去，你觉得除了我儿子，这世上还有谁会要你？你不赶紧攀着我儿子，竟然还敢在这儿作妖，我看你脑子里真是进了水了！大家伙都听听，这种自以为是的女人，怀了孕还不安分，简直是丢人现眼！明明是你们昨天故意不来接亲，婚车婚房我家出的，酒席我家出的，彩礼我也不要了，你们现在竟然还蹬鼻子上脸要房子，你真以为你儿子身上镶了钻了？我把话撂这儿，我宁愿现在就去把孩子打了，也绝对不会跟你这种人结婚。你跟我这儿装什么呢？不就是一套破房子吗？切，你家既然有那么多套，拿出来一套给小叔子怎么了？再说结了婚就是一家人，你家的那些东西，迟早还不都是我们辉子的？原来在这儿等着呢。找了我这个城市独生女，他们就真觉得以后我家的东西就全是他们的了，所以才敢这么有恃无恐。我告诉你，沈小燕，你这辈子就是个失败的女人，连个带把的都没生出来，绝无头一个。瞧瞧我，生了3个闺女2个儿子，这才是本事。你们两老以后有人养老送终吗？死的时候有人给你们摔盆耗丧吗？到头来还不是得指望我儿子这个女婿？你这种祸害死了，老娘肯定找人给你哭丧。打人啦！没过门就打婆婆了，老秦家养出个杀人犯啊！秦源，你竟然敢，快滚！带着你妈赶紧滚！再敢在这撒泼，我马上报警控告你们寻衅滋事！陈辉，你真以为我们秦家是吃素的？现在什么都不用说了，就当我们全家瞎了眼，看错了你这头白眼狼，赶紧领着你妈滚蛋！滚！行，不结就不结。秦源，你等着，咱们走着瞧。
圆圆还在想陈慧家子烂事儿，为了那种人不值当。妈，我只是在笑我自己，这4年我为了所谓的爱情，真是一退再退，连底线都快退没了。以前看你们在学校挺好的，怎么就变了呢？他不是变了，是算准了要占咱们家便宜。大一的时候，他家里还给1500生活费，自从他知道我1个月有5000，他妈就把他的生活费缩减到了500。500，在省城读大学，500块钱够干什么的？是啊，不够干什么。他跟我哭穷，说家里条件不好，我就信了。其实他妈就是觉得跟我在一起了，不花我的白不花。圆圆，这鞋真好看，可惜我这个月生活费见底了。没事儿，我这儿有。妈，现在想想，我以前真不是个东西。大学那会儿，陈辉穿的用的哪样不是我掏钱？甚至他为了面子请舍友吃饭，买单的都是我。怪不得那时候看你连件像样的护肤品都没有，总说是学校忙，没心思打扮。5000块钱供2个人的开销，哪还有余钱啊？最可笑的是毕业后，他跟我哭诉业务难做，说同事都开豪车，他家只能买得起2手飞度，低人一等。爸妈，我上班路远，真的需要一辆好车代步，就买那辆50多万的宝马吧。车给他开了，我天天挤地铁。后来他又说他爸妈种地辛苦买不起房，我又回来磨你们买婚房。妈，我真恨不得穿回去打死当年的自己。你们养我还不如养条狗。陈辉，你以前真会装啊。圆圆，你不是在微信上说梦里都想吃这家的蛋糕吗？我跑了大半个城给你买回来了。别人口中的绝世好男人，当初他根本就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可我偏偏就沦陷在他这些廉价的好礼。为了这份感情，我一退再退。到底是从什么时候起变得这么贪得无厌了？是因为我一次次的让步养大了你的胃口，还是觉得婚都快结了，拿捏住我，终于不用再演了？这里已经有一个小生命在孕育了，只可惜你来错了地方，我绝不能留下你。我觉得还是原木色的婴儿床好看，比较温馨。我也这么觉得。圆圆，要是守不住，咱就哭出来。妈在这儿，妈一直陪着你。我不哭，为了陈辉那种人，不知道。10号秦源进手术室。放松，很快就好。姥姥，对不起，疼，好疼。麻醉开始，睡一觉吧。闹闹，到妈妈这儿来。宝宝，你要是长得像我就好了，眼睛一定要像我。其实鼻子像他也没关系，他以前也没那么坏。圆圆，这假也请了1个月了，身子骨养的差不多了，可这心里的坎儿，咱得跨过去。妈，我没事儿，这1个月我想通了，千疮百孔的不仅是身子，还有这4年为了狗的感情。我已经把陈辉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，从今天起，他跟我此生不复相见。听说了吗？他那婚没结成，闹得挺大，何止啊！听说男方家里天天在外面编排他，说他高攀不成，还……臭看门的，你给我死开！别拦着我！大娘，这里是办公区域，你没登记不能进去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秦源，你个丧良心的烂货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大家快来看啊，就是这个狐狸精骗了我儿子的感情，现在还要吃干抹净不认账。管事的呢？管事得出来，看看你们招了什么不三不四的东西进来。秦源这个烂货就在里头，让他给我滚出来说清楚。秦姐，那不是你老公，不对，那是你朋友圈照片里那个前男友他妈吧？大姨，你干什么呢？这是公司，大家都在正常办公，你这样严重影响我们工作了。工作？你们公司招了狐狸精，你们还有心思工作？有什么事咱们私下说，别在大厅闹。走，来我办公室，咱们坐下谈。我不进去，我就在这儿说。躲进屋里，你们好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。大家伙都给我听好了，都来给我评评理。大家看看，就是这个
骗钱，为了攀上我儿子，简直不择手段。当初看我儿子有出息，他就用怀孕来要挟我们家，结果呢，到了结婚日子，他觉得我们家压不住他了，翻脸就翻脸。我儿子命苦啊，亲戚朋友的请柬都发出去了，他临阵逃婚，害得我们家脸都丢光了，我不活了。哟，前一阵我就听说她那婚没结成，还以为受了多大委屈呢。现在看来，这小琴真不是个东西，估计是嫌她男朋友穷，早就找好下家攀高枝去了吧。你说我骗钱骗婚？行，当着全公司人的面，咱们一笔一笔算清楚，我到底骗了你什么钱？彩礼，你骗了我家的彩礼，那可是我们老陈家的血汗钱啊！大家快看看，这女人拿了钱不结婚，这不是骗子是什么？8万8可不是小数目，小秦拿了钱不办事，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？一开始说好了彩礼20万，临结婚你说家里没钱，对半砍到8万8，行，为了感情我同意了。结果接亲当天，你让你儿子带话，非要我把这8万8带回去，说要留给你小儿子娶媳妇儿用。那8万8我他妈早就原封不动还给你了。陈辉他妈，你摸着良心问问，我欠你什么钱？你是嫌养老金不够，还是想要我的棺材本？大家给我评评理。陈辉毕业到现在没房没车，这些年一直靠我养着。他妈，也就是坐在地上这位，一个月只给他亲儿子500块生活费，他自己的亲儿子。大家都是上班的，一个月500块在城里够干什么的？陈辉要抽烟，要买名牌球鞋，要换外星人电脑，哪一样不是我秦源出的钱？这4年光生活费我就砸了10好几万下去。我见过吃软饭的，没见过这种吃法。大姐，你这算盘打的，我在美国都听着响了。合着你们家不是来娶媳妇儿的，是来吃绝户的啊？软饭硬吃的我见过，像你们家吃的这么理直气壮的，我活了40多年，真是头一回见，真是长见识了。你刚才不是挺能说的吗？怎么不告诉大家你接亲当天是怎么逼我的？你逼着我把我爸妈给我买的房子过户给你小儿子陈刚结婚用，还口口声声说不给房子陈辉就不来接亲，咋的？你儿子是出来卖的，就他那德行也配卖一套房？你那废物儿子值一套房吗？你做梦呢！你个烂货，看我撕烂你的嘴！你今天动我一下试试，我保证明天就让陈辉滚蛋。他的工作是谁安排的？你是不是忘了？你说什么？你他妈的说什么呢？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。我们家虽然条件一般，但是我们辉儿有大本事。他现在的工作都是凭自己打拼出来的。打拼？凭他那个勉强过线的2本学历，能进那家百强企业？陈辉他妈说这话你自己信吗？那是我们辉儿招人疼，我是心疼孩子才让你这种没规矩的人进门。要不是看在你肚子的份上，你以为我们老陈家稀罕你这种货色？我最后再说一遍，以后少拿孩子来要挟我。那个孩子我已经打掉了。还有那辆宝马车是我爸买给我的，不是送给你们家的。限你儿子3天内给我还回来，不要再来骚扰我。3天后见不到车，我就直接报警立案，告他职务侵占和盗窃，言尽于此。秦源，你给我站住！你有什么资格打掉我的大孙子？那是我们老陈家的根儿，你凭什么？你这个杀人犯，你毁了我们家的指望！你给我说清楚，你赔我大孙子，赔我精神损失！你今天不拿50万出来，你别想走！精神损失？到底是谁在损失？陈辉他妈，我忍你太久了，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。既然你不想要脸，那就连人也别当了。保安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给我轰出去！以后列入黑名单，绝对不准再放他进来。你们合伙欺负老太太！秦源，你个丧门星，你不得好死！你这种烂货一辈子活不出去！你赔我孙子！你赔我孙子！你个没人要的破女人！小秦啊，你爸妈那边我也都熟，今天这事儿，找男人可得擦亮眼睛，这种人家进去了就是火坑。对不起，经理，给公司添麻烦了。算了，你也是受害者，给你放2天假，回去好好歇歇，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处理干净，平复好了心情再来上班。谢谢经理，我会处理好的。回去吧。哟，这就休假了？秦源，你这钱婆婆可真是个极品。你说你这些年砸了10几万养出这么个白眼狼，图什么呀？如果不让陈辉付出代价，他家还会不停地作尿。我竟然没发现，这4年来，我前前后后竟然在陈辉身上砸了20多万。20万，陈辉，你可真行！
一边吃着我的肉，一边还要喝我爸妈的血。秦远，你真是蠢透了。这是什么绝世软饭男？心疼小姐姐。看来这热门没白买。真他妈长见识了，也太给男人丢脸了。秦远这4年是扶贫去了吧？吃老婆的、用老婆的、住老婆的，连自己弟弟结婚的房子还要老婆出，可不是吗？这他妈不是找了个老公，这是找了个亲生儿子啊！这人我认识，之前一直开了辆宝马，跟我们说是他自己的，搞了半天是他女朋友的，白眼狼。闹得这么大，陈辉，你的工作是别想要了。既然你想要面子，那我就亲手把你的脸皮扒下来。秦远，你他妈的到底要干什么？我要干什么？你没长眼睛，看不到吗？秦岩，你他妈太狠心了！我努力这么多年才得到这份工作，全毁在你手里了！你不得好死！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已经在全城传开了？领导刚找过我了。你现在赶紧把微博删了，立刻发个声明，说你都是在胡说八道的，快点儿！你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？别恶心我了好吧？软饭硬吃也他妈不怕崩了你的牙口！秦远，你他妈给我闭嘴！赶紧把微博给我删了，否则我告你诽谤，我让你进去蹲局子！你不让我好过，你也不用好过。陈辉，我求你赶紧去告我。另外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离我给你的期限还有1天。如果你还不把车给我还回来，后果自负。到时候进去蹲局子的可就不知道是谁了。爽！这种傻逼的真面目就应该被更多人知道，给适龄女性避雷，我真是功德圆满。圆圆，我操！你听说了吗？陈辉被辞退了。动作这么快，你是没见那场面。我们经理一整个暴怒，指着他鼻子骂，说他吃软饭都不会吃，嫌他丢公司的脸，直接让他收拾铺盖走人，回家吃他妈做的去吧。你当时没在现场，真是可惜了。陈辉脸都绿了，当着全办公室的面，竟然给经理下跪求饶，那样子简直跟丧家之犬没区别，我看着都解气。好戏还在后头。果然，传的比我想象中还要快。吃瓜了，吃瓜了！渣男已经被公司劝退了，我有现场图。这次我站男主的坟头，收不回刀了，拉出去厚葬了吧？网友的嘴比我毒。那就是女的也有问题，都省得我亲自动手。实在不是我想把事情闹成这样，但是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，别人都踩在我脸上了，容不得我不反击。陈辉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从早晨10点一直等到晚上10点，竟然连个屁都没有，我就知道这家人没那么容易把吃进去的吐出来。既然你觉得我只是跟你打打嘴仗，那你就想错了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别怪我了。陈辉，你可真行，在我爸买的车上贴贴纸，你真以为这车姓陈了？陈辉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前2天不是挺能闹吗？不是愿意缠着我吗？今天我亲自来了，赶紧滚下来还车！秦远，你个丧门星！小贱人，你还敢找到我家门口来？看老娘不撕烂你的嘴！你简直是找死啊你！哎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那不是老陈家那个准儿媳妇吗？这才结婚几天啊，怎么就跟婆婆在楼底下打起来了？没结婚。前几天我还听陈辉他妈在楼道里嚷嚷，说这媳妇儿临时悔婚，甚至还狠心的把肚子里的孩子都给打了。哎呦，那这小姑娘看着挺文静，估计不是什么善茬啊。那可不一定，陈辉他妈你也不是不知道是什么人儿，这小区里谁不知道他撮摸儿媳妇有一套，估计是把人姑娘逼急了。看来陈辉他妈平时就没少说我坏话。各位叔伯大娘，大家都给我评评理。我今儿来不是为了和他们家吵架的，
我就是想拿回我自己的资产。这车是我们家花了50多万买的，落在我的名下。现在婚不结了，陈辉却私自扣下车不还给我。一个大男人赖着抢女人的车，这到底算怎么回事？闺女，我看你这条件挺好，咋说不结就不结了呢？陈辉他妈结婚当天临时变卦，让我必须把那8万8彩礼原封不动还回去，否则陈辉就不来接亲。这还不算完，他还逼着我，非得让我把我爸妈买的另一套房子白送给陈刚当婚房。我家是普通人家，不是开银行的，实在养不起陈家这么多口子人，没办法，这婚只能不结了。哎呦喂，真是活久见开了眼了！我活了快50岁，还没见过嫂子进门得给小叔子送婚房的。陈大姐，你这哪里是找儿媳妇啊？你这是给陈刚找了个亲妈供着！你说什么呢？你说什么呢？你个死婆娘，跟着瞎起什么哄？闭上你的臭嘴，就显着你长嘴了，是不是？陈辉，咱们别废话，我现在当着大家的面就问你一句话：我的车你到底是还还是不还？还车？我凭什么还你车？告诉你秦源，这车进了我家的门就是我家的。你瞒着我们全家，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打掉了我的孙子，这就是你赔给我儿子的精神损失费。你个丧门星，打哪来滚哪去，车门你都别想碰！哟，真是开了眼了，头一回见着男的跟女的要精神损失费呀！陈大姐，你这大儿子是金疙瘩做的黄花大闺女啊！姐妹们，大伙儿都瞅准了啊！以后家里有闺女谈对象可得擦亮眼，千万别找这种赖账吃软饭的人家。喂，110吗？我要报警，有人强行扣留我的私人车辆，涉嫌非法侵占他人财产，地址是……报警？你还真敢报警？你吓唬谁呢？你看看警察管不管你这点破事儿？这是家务事儿，警察来了也得听我的。那就看看警察到底管不管吧。你好，请问是你报的警吗？警察同志啊，你们可要为我这个老婆子做主啊！我们老陈家祖宗显灵才盼来的婚事，辛辛苦苦准备了这么久，这实媳妇说不结就不结，还瞒着我们全家把大孙子都给打掉了，这是要逼死我们老陈家啊！我不活了呀！警察同志，你们看看他，就因为一点家庭的小毛，他就在网上到处发帖诽谤我，败坏我的名声，搞得我现在连工作都丢了，这已经涉嫌犯罪了，你们赶紧把他抓起来。家务事回屋说，到底是谁报的警？警察同志，这是我的购车发票、建税证明和机动车登记证，车主是我本人，全款50万也是我家出的。我认为陈辉一家已经涉嫌故意侵占他人财产，我多次索要，他们拒不归还并进行言语辱骂。我报案是寻求公权力保护合法财产，给你们添麻烦。不麻烦，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是我们的职责，这是应该的。大姨啊，你看人小姑娘也拿出购车发票和机动车证了，这在法律上确实是属于别人的私人资产。你们的家庭矛盾我们不能说什么，那是民事纠纷，但车还是要给人还了呀。强占别人的车是违法的。违法？我看你这警察就是收了钱，专门帮着狐狸精欺负老百姓。他是给你什么好处了，让你这么向着他？他跟我儿子睡了好几年，肚子里那个还是我们老陈家的种。他打了我大孙子，这车就是赔给我儿子的精神损失费，天经地义。大姨，请您说话注意点，什么叫给我什么好处了？你这是在公然污蔑执法人员。既然在现场说不清楚，那你们都跟我回所里说，带走。打人了，欺负人了，没天理了！你干什么呢？对我妈客气点。我告诉你，我手机录着呢，小心我发到网上曝光你。警告一次，你现在的行为已经涉嫌妨害公务，属于袭警行为。敢欺负我儿子，我跟你拼了！打人了，杀人了，快来看啊！哎，你试试，你再骂一句试试，我跟你拼了！试试。陈辉，你妈疯了，你也疯了吗？那可是警察，他不会真觉得警察也吃这套吧？我当年怎么瞎了双眼，看上这么一个人啊，简直刷新三观。住手！现在对你进行第2次警告。第2次警告，我不听！你们快滚！这是我们老陈家的家务事，轮不到你们管。我的孙子都没了，我看你们谁敢动我，挨判罚就动我。对，这是家务事儿，警察怎么了？你们也不能随便抓人。第3次警告，警告无效，上手铐，带走。别过来啊！哎呦，杀人了，杀人了！带走。
我的妈呀，这老陈家是真捉到头了，连警察都敢挠。干嘛呀？你们到底想干嘛呀？你们这就是欺负老百姓！姑娘，你也一起来做个笔录。我们车上坐不下了，你开车跟着吧。好，我马上跟上。万万没想到事情居然会这么发展。陈辉，现在事实很清楚，车主是秦源。既然你们承认不懂法，那就现在把车钥匙交出来，把车归还。我没说不还。警察同志，车不能还，这车就算是给他儿子的补偿。他跟我儿子谈了4年，白白睡了我儿子这么久，现在婚不结了，孩子也没了，这车就是给我儿子的青春损失费，天经地义。陈律师，我是秦小姐的代理律师。现在我们正式通知你，秦小姐已经向公安机关提起刑事控告，要求对陈辉以故意侵占他人财产罪立案侦查。什么罪不罪的？这是家务事儿，警察管不着。根据刑法第270条，侵占数额巨大且拒不兑还的，情节严重的，处2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按照这辆宝马50万的现值，陈峰如果被定罪，起步就是5年牢狱之灾。秦大哥，沈大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们看在孩子的份上，别起诉辉子啊！他要是坐了牢，这辈子就毁了。晚了，我们把车还给你，还给你还不行吗？要是在这儿，我现在就去把那些贴纸撕了，求求你们饶了辉子吧！废话，那本来就是我家的车。你儿子之前不是挺能耐，还想让我闺女进去蹲局子吗？既然这么喜欢橘子，让她自己先进去蹲着吧。被告人陈辉犯故意侵占罪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现判处被告人陈辉有期徒刑3年0 6个月。3年6个月，我这辈子完了。秦源，你个丧门星，你个黑心肝的贱货，你害得我儿子坐牢，你不得好死！你这种烂货，全家都该下地狱！陈辉他妈，省省力气吧，咒骂要是管用，你们家那8万8彩礼也不至于打水漂。我咒你一辈子没人要！你这种算计男人的毒蛇，你活该掘墓！我要活吃了你！我要嚼碎你的骨头！旁听人员扰乱法庭秩序，辱骂当事人，带出去。这下他们全家都完了。没婚房拿什么结婚啊？你哥还是个劳改犯，你俩一个德行，离我远点儿。妈，爸，我听说陈刚的婚事也黄了，他妈现在也没了工作，只能守在那几10平的小房子里。那是他们自找的。名声臭了，家也散了，这就是贪心的下场。圆圆，想开点，那种人不值当咱搭上心情。对我来说，我只想找一个爱的人共度一生，孕育一个爱情结晶。我从来没想过要去算计别人，可我怎么也没想到会被人算计到骨子里。妈，这一场案子看起来是我赢了，可我也失去了很多，4年的感情，还有那个孩子。不过最大的收获就是看清了陈辉那个渣男的真面目，能躲过这一劫，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。咱们圆圆有福气，大难之后必有后福，以后肯定能找个好的。对，妈妈回去再给你介绍几个，都是个顶个的好小伙。咱们老秦家的姑娘多的是人疼。爸妈，你说的对，我还有你们，我的人生才刚开始，后面有无限可能。至于那个想算计我家、伤害我的人，就让他待在那个4方盒子里，把牢底坐穿吧。我给你介绍对象，你要去看，你不要以为我给你介绍的对象都是歪瓜裂枣的。好啊，妈，你可别小打小闹，给我介绍10个，我要挑个最好的。出来了。秦源，你害得我好惨。这3年，我每天躺在那张硬板床上，想的都是你。要不是你取消婚宴，我不会丢脸；要不是你发微博，我不会丢了铁饭碗；要不是你报警，我更不会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待3年。辉子，你可算出来了，妈想死你了。妈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陈刚，你这是什么样子？我什么样？哥，你坐牢这3年，咱们家彻底臭了，没人愿意搭理咱们。
我去相亲，人家一听你是我哥，扭头就走。我都快30了，还是个光棍，我去跳个舞都没人理，走在小区里聊去都被人戳脊梁骨。你爸他气得中风了，现在瘫在床上，全靠人伺候，咱们家已经揭不开锅了。辉子，你可算出来了！妈这3年受的委屈比这辈子都多。你不知道那个毒妇秦源，他现在过得有多风光？他能风光到哪儿去？他开14个大老板，还嫁了个高地产的顶级富二代叫江晨，住着带游泳池的大别墅，出入都是上百万的豪车。咱们一家被害成这样，他都快活得上了天。还有那个贱人为了羞辱你，把你当年花他那点钱翻了10倍捐给了福利院，还登了报，到处跟人说你是吃软饭的渣男，说我们全家都是想吸他血的马郎。现在圈子里谁不笑话咱们老陈家？妈出门连头都抬不起来呀！坐。咱爸这3年瘫在床上，天天念叨你，医药费早就续不上了。最讽陈家的公司就在咱家小区对面盖大楼，我天天抬头就能看见他们家的塔吊在晃悠，那钩子就像勾在我心眼里一样疼啊！秦源，我不会让你好过的。秦源，你在云端做的太久了，是不是已经忘了脚底下的泥潭是什么滋味？我会在阴沟里死死盯着你，直到把你亲手拽下来。笑吧，趁现在还能笑得出来，我受过的苦，我要你1000倍万倍偿还。闹闹，今天在学校有没有乖乖听老师话？妈妈，闹闹得了小红花。凭什么我过得像狗，你却能儿女双全，夫妻恩爱？这孩子就是你幸福的证据吗？闹闹，跑慢点儿，别摔着。这不可能！眉眼、鼻子、嘴角，还有这皱眉的小表情。3岁多，那小杂种3岁多。我进耗子3年半，孩子在他妈被抓进去前1个月出生，往前推10个月，正好是婚礼前后，正好是那个毒妇说他打掉孩子的时候。秦源，你个贱人，你根本没打掉孩子，你骗了所有人。这小野种是我陈辉的种，老天爷开眼啊！秦源，你千算万算还是留了个最大的把柄在我手里。江晨再有钱又怎么样？他能忍得了替老子养儿子？只要我把这件事捅出去，江家的大门你这辈子都别想进！我要让你跪在地上求我，我要让江晨当全城的孝状，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，你秦月就算嫁了富二代，肚子里怀的也是老子的种。秦源，好戏开场了。陈辉，你出狱了。秦源，好久不见啊！没想到吧，我出来了。我还以为你见到我会有点心虚呢。我心虚什么？当年是你自己贪心不足，为了那点钱侵占他人财产，触犯法律是你的本事，坐牢是你罪有应得。你别给我装糊涂！怎么，里面还没待够，想让我再送你进去一趟？秦源，你当年根本就没打掉孩子，对不对？闹闹是我的儿子，是我陈辉的种。陈辉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竟然跟踪我，你还敢偷拍孩子！哈哈哈哈！我胡说，那小杂种长得跟我一模一样，年龄也对得上，你还想狡辩？秦源，你可真行啊！瞒着江晨偷偷养着老子的亲儿子，你就不怕江晨知道了，把你从江家大别墅里扫地出门？那男的是谁啊？穿得破破烂烂的，敢跟秦总这么叫板？听着话茬儿，好像跟秦总那个孩子有关系。天哪，大新闻！够了，陈辉，你给我过来！陈辉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已经结婚了，我有我自己的生活，你为什么非要在这个时候出来毁了我？毁了你？秦源，别说的那么难听，我这是来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很简单，3个条件。第一，给我500万。500万？你疯了？这3年我在里面吃苦，算是精神损失费，加上我儿子这3年的抚养费，不过分吧？第二，给我在市中心买一套不低于100平的房子，房产证写我一个人的名字。第三，闹闹是我的种，我要随时见我儿子，你绝不能拦着。这3件事儿，你要是有一件办不到，我就拿着亲子鉴定报告直接去找江晨。我还要把这些照片、证据全部发到网上去，买个热搜，让你尝尝什么叫身败名裂。我倒要看看，到时候江晨还要不要你，你的公司还能不能开下去？全城的人会怎么看你这个带着前男友种骗婚嫁入豪门的贱女人？500万太多了，我真的拿不出来。房子也不行，江晨查账很严，他会发现的。
陈辉，我给你50万，你拿着这笔钱走，走得远远的，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和孩子面前，行不行？求你了。50万？你当老子是要饭的打发叫花子呢？秦远，你少跟我在这装穷讨价还价。我告诉你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3天后我要是见不到500万和那套写我名字的房子，咱们就鱼死网破。你别忘了，我现在烂命一条，光脚都不怕穿鞋的，我什么都豁得出去。你呢，江太太，你舍得你现在这种豪车别墅、人人羡慕的好日子吗？啊！秦源啊，秦源，过了3年，你还是那个软柿子。只要捏住了这小野种的软肋，你就只能乖乖当老子的提款机。陈辉，我服了，我答应你。早这么听话不就结了？我先给你转100万，剩下的钱和房子过户手续太复杂，我需要一点时间准备，求你了，千万不要声张，千万别让江晨知道。行啊，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，作为交换，我想让你见一面闹闹，毕竟你也是他的。好，让他见见老子这个亲爹。像，真像，简直跟老子小时候一模一样。秦源，你真是给了我一个天大的惊喜。老子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后，没想到你竟然偷偷给我生了个大胖儿子。陈辉，陈辉，别碰他，钱我已经打给你了，人你也见了，赶紧走。秦源，老子又输了，再转50万过来还赌债，不然明天我就带我儿子回乡下祭祖。200万了，陈峰，你还是人吗？少废话，不想江晨知道就赶紧打钱。秦源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剩下的300万今天必须给齐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改变主意了，你现在就跟那个姓江的离婚，跟我复婚，我们要一家3口团聚。你再不出来，我就直接进去找江晨摊牌，告诉他他头上这顶绿帽子戴了3年多。你，江晨，你出来的正好。我告诉你，陈先生，别在门口喊了，进来说吧。怕什么？老子手里攥着他的死血。江晨再有钱，也不过是替我养儿子的便宜货。只要闹开了，他只会比我更丢脸。陈先生，你不用拿闹闹来威胁圆圆了。我从一开始就知道，闹闹不是我的亲生儿子。圆圆当年生下孩子，从头到尾都是我安排的。她怀孕的事、生孩子的事，除了我和她爸妈，没有第4个人知道。你知道？你他妈早就知道孩子是我的，你还娶她？江晨，你脑子进水了吧？你疯了！我为什么不能娶她？我患有先天性无精症，这辈子都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。圆圆温柔善良，闹闹乖巧可爱，我愿意把闹闹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养。我们一家3口过得很幸福，有什么问题？先天性无精症？不可能，你骗我！要是你陈先生拿着孩子的事儿一而再再而三的敲诈勒索圆圆，前后拿了210万，还威胁他要毁了他的名声和生活，你以为你这些行为不犯法吗？陈先生，这里有你每一次敲诈勒索的录音、视频，有你收钱的所有转账记录，还有你威胁秦女士的聊天记录。圈套，都是圈套。秦源，你根本就没怕过我。陈辉，3年前你能进去，是你罪有应得。没想到3年后，你还是狗改不了吃屎，想继续吸我的血。既然你想吸血害我的家人，我只能让你再进去多待几年，在那里面好好反省反省。你这个毒妇，你从头到尾都在演戏，你算计我，你故意引诱我拿钱。算计你，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。当年在婚礼上，你和你妈是怎么算计我的？在我公司是怎么闹的？你这种人既吃不记打，我不过是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在得意忘形的时候亲手把敲诈勒索的罪证送到我手里而已，这叫自投罗网。喂，110吗？我报案，地址是对，涉嫌敲诈勒索，金额巨大，证据确凿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才出来不到1个月，又要回去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这场自以为必胜的复仇，竟然把自己再次送进了深渊。秦源，你个毒妇！你害了我儿子1次还不够，现在又要害他，我跟你拼了！江晨，你不能抓我儿子，你没资格抓他。你爸是江宏远吧？他不能这么对我们家。你认识我爸？何止
只认识。江晨，我告诉你一个惊天秘密，你以为你高高在上，陈刚，陈辉的亲弟弟，他是你爸江宏远的亲生儿子，他是你同父异母的亲弟弟。妈，你胡说什么呢？陈刚是我爸的儿子，是我亲弟弟，你疯了！你为了救我，连这种瞎话都编。我没疯，你那个爹就是个一辈子没本事的窝囊废，我跟着他受了一辈子苦。要不是你江叔叔接济，咱们家早就饿死了。陈刚就是我和你江叔叔的孩子，这件事儿我整整瞒了快30年了。爸，来我别墅一趟，立刻。江宏远，你终于肯露面了。你大儿子要送你小儿子他亲哥去坐牢，你管不管？是，陈刚确实是我的儿子。我恨了3年的江家，竟然是我亲弟弟的生父家。江宏远，你都承认了，还不快让警察滚蛋？你难道想看着陈刚、陈哥再进去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亏欠我们母子的这辈子都还不够。我处心积虑要报复的江晨，竟然是陈刚的亲哥哥。我这3年的牢，原来从头到尾就是个天大的笑话。这些年我转给你的钱超过了1000万，我本想保陈刚一生无忧，可你呢？陈辉买车，陈刚挥霍，剩下的钱竟然被你在外面养了个野男人。警察同志，我正式控告他利用陈刚的身世对我进行长期敲诈勒索，每一笔账证据确凿。我是江夫人，陈刚是江家的小少爷，江宏远你骗我，秦远你这个毒妇，我要掐死你！我想不明白，我想不明白啊！我有车有房有未婚妻，我怎么就把一手好牌打成这样了？终于都结束了。那些烂人烂事，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你的世界里了。别想了，都过去了。江晨，你知道吗？其实陈辉到死都不知道，他手里那个所谓的王牌，从头到尾就是个虚影。当年在那台冰冷的手术台上，我的第一个孩子确实流掉了，因为早产，生下来就没有了气息，那是我这辈子最深的痛。闹闹其实是我们结婚后一起去合法领养的孩子，说他长得像陈峰，不过是因为他那个下压的眼角，恰好是个讽刺的巧合罢了。我只是想让他付出代价，现在他终于彻底从我的人生里消失了。只要你开心，无论你想做什么，我都会陪着你。爸爸妈妈，快看我画的向日葵。